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在我拍影片的当下是2024年的4月2号，那我们就来看美联储的最新消息。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膨。那3月29号的时候呢，美国核心通膨指数 Core PCE 已经公布出来。那在2月份公布的 Core PCE， 它的数值是 2.9%。那3月29号公布的则是 2.8%。那 Core PCE 的话呢，还是有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的。所以说3月份的时候呢，已经出现 2.8% 咯。那在年底的时候呢，来到 2.6%。那我觉得这应该是蛮有机会的。而且呢，从之前 FOMC 会议当中的这个表格当中也有提到，如果 Core PCE 可以降到 2.6%， 就是符合美联储官员的预期嘛。那美联储官员呢，他们基本上就会将利率降到 4.5% 到 4.75% 之间。这也是中位数的部分，也就是平均利率会来到 4.6% 哦。那我们来看美联储官员的利率点阵图。那这利率点阵图就是显示这些官员他们对于今年的利率的预期会落在哪一个区间。那每一个点就代表一位官员他们的预期。那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官员他们都预期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利率大概会落在 4.5% 到 5% 之间。那在3月28号公布完通膨，也就是 Core PCE 的数据之后，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他就在3月29号来到了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有进行了一些公开的讲话。那他讲话表示呢，美国经济正在以如此稳健的速度成长，那劳动力市场呢也是一样非常的强劲，这让美联储的官员有机会在通膨能回落的信心足够之后呢，再采取行动。那他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美国的经济现在很好，然后失业率呢也很低，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有非常多的底牌的感觉，可以等那种通膨真的已经有更加明确的可以降到 2% 的时候呢，他们再降息就好。哇欢喜就好了，我管他你的形象。那鲍威尔又表示呢，早些时候公布的新通膨数据，那与他们联准会的预期是一致的。那这部分就是说3月28号Core PCE 降到 2.8%， 跟联准会的这些官员他们的预期呢基本是一致的。那鲍威尔呢又重申，他表示在官员确定通膨率呢预计达到 2% 之前的话呢，是不会降低利率的。这边的话呢是预计达到 2%， 并不是说呢通膨一定要来到 2%， 他们才会降息。这部分的话呢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发言的话呢算是有点鸽派的发言。好，那鲍威尔讲完这些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利率期货市场，也就是这些市场的交易者呢对这一段话的一个反应。那你可以看到在6月份的时候呢，预期利率会来到 5.25% 到 5.5% 的几率呢大概有 39% 左右。那降息一码，也就是来到了 5% 到 5.25% 之间的话呢，则是来到了 55% 的一个几率。那降息2码的话呢，就比较不太可能。那市场投资人的话呢，预期大概只有 5% 的几率呢会降息2码的部分。那在2024年12月18号的时候，市场的投资人呢预期呢有最高的几率呢会降低到 4.5% 到 4.75% 之间，基准利率的部分。那这个几率的话呢，大概是 35% 的几率会来到这个区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美债券 ETF 3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那我们也是一样，上面的部分是我们的美国公债，下面的部分的话呢是公司债券的。来看一下最左边这边，最左边这边的话呢就是规模的排名。那这个表格的话呢，我有进行一些优化。那规模排名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加号跟减号，那也就代表说呢，这些 ETF 它们的规模呢，相对于上个月份的话呢，它们的规模排名是上升还是下降的一个状况。好，那在旁边的话呢，就是这些 ETF 的代号以及这些 ETF 的名称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净值规模。那净值规模的话，3月29号有2档的美债 ETF 已经破1000亿了，分别是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以及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这2档 ETF 的话呢，都是破1000亿的。那净值规模月增最多的也是这2档 ETF， 分别是256亿以及346亿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有一档 ETF 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它的月增
则是来到了48亿，是排名第3名的部分哦。那这档 ETF 的话呢，等一下会提到这档 ETF 也还蛮特别的。那 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在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也是排名到了第3名。它原本在2月份的时候呢，受益人数只有15000人左右，但是在3月29号的时候呢，它受益人数大增了1万多人来到了26000多人。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呢？这边的话呢，我们会在配息以及殖利率排行当中的话呢，会做介绍哦。那受益人数最多的2档 ETF 分别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以及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他们受益人数分别都快接近了30万以及20万的部分。那月增人数的话呢，也增加了2万多人以及3万多人哦。那这边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档 ETF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这档 ETF 的话呢，它是在2023年的7月27号才成立的。那成立到我拍片的当下，基本上才刚过半年，但是呢，它的热度已经有明显的开始下降了。它的受益人数竟然是减少的它的受益人数减少了1400多人。但是呢，其他的2档 ETF 像是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以及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他们还是一样非常的受到青睐。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原本投资 00931B 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的投资人呢，他们开始卖出他们手中的 ETF？ 那欢迎有投资 00931B 的投资人呢，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哦。好，那美国公债 ETF 当中呢，还有一档 ETF 大家要小心。那这档 ETF 就是 00831B 的星光美债1到3年的 ETF，它现在的净值规模只剩下400万台币。好，那这400万台币距离债券 ETF 2亿台币的一个门槛是已经下降了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呢，这档 ETF 它是有机会会下市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投资这档 ETF 的话呢，是要小心的因为它的一个净值规模已经是非常的小了。那这档 ETF 的话呢，目前的受益人数还有13个人，那这13个人你们要小心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那公司债券 ETF 的规模排名以及代号，还有他们的基金名称，我也是放在旁边这一边。那净值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在3月29号的时候呢，公司债券 ETF 已经有6档的 ETF， 他们的净值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亿的大关。那其中呢，就属 00937B 的群益ESG投整在20家 ETF， 它最让人感觉到惊艳，它的净值规模增加了356亿。那这档 ETF 它是在2023年的11月27号成立的，那成立至今的话呢，还没有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它已经挤进了前5名的部分，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那另外一档 ETF 像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也是非常的不错，它是在2023年10月4号的时候成立，那目前受益人数呢，也是将近12万人了。3月份的时候呢，受益人数增加也有18000人，它的热度也是非常的高。那以上这2档 ETF 都是近1年成立的，而且呢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那讲到这2档 ETF， 我们就要再提另外2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它们也算是属于债券 ETF 当中的元老等级的。那分别就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以及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券 ETF。 这2档 ETF 一样也都是月配息的 ETF， 也都是一样是属于公司债的像是 00772B 跟 00937B 都是属于公司债，那 00773B 跟 00933B 他们也都是属于金融债，但是他们的光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00772B 它的受益人数下降了2185人， 00773B 的话呢，受益人数则是下降了636人。这跟刚刚我们介绍的群益的 ESG 头等债 ETF 跟国泰的10Y 加金融债 ETF， 他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 00772B 跟 00773B 他们的受益人数是略减？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我分享我自己的看法。那我觉得这2档 ETF 因为他们的性质跟最近兴起的 00937B
跟 00933B 真的是非常的像啊，都是属于公司债跟金融债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人气是有蛮高的机会呢，是被这2档 ETF 给抢走了。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原本就投资 00772B 或是 00713B， 然后呢结果看到了 00937B 跟 00933B 之后呢，就改转投资 00937B 跟 00933B， 因为这2档 ETF 他们除了是月配息之外呢，他们还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这也是蛮吸引投资人的。那有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转去投资 00937B 跟 00933B 吗？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看法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债券 ETF 3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排名。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的部分。那上面的部分就是属于美国公债，那下面的话呢就是属于公司债券。那在美国公债当中呢，月绩效排名我就把它列在旁边这一边。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月绩效排名变动是非常的大。好，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一名就是加16，加16也就表示说呢，它在2月份的时候呢，它的月绩效排名基本上就是倒数的。但是呢，在3月份的时候呢，就直接跑到了第1名。这边差距非常的大。这边等一下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们差距会这么的大。好，那接下来旁边这边的话呢，就是属于他们的基金名称在这边。好，那市价跟他们内扣费用我也列在旁边这一边。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最新的是2023年一整年度的内扣费用。所以你可以看到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因为它在2023年的话呢成立未满1年，所以说呢它内扣费用我是没有把它列出来。好，那存续期间的话呢我也列在旁边这一边。如果你对那一种降息的时候呢想要赚比较大的价差，你希望你的债券 ETF 对利率更加的敏感，那你就要找这种存续期间比较长的 ETF， 它对利率的话呢就相对比较敏感一点。好，那近4季的累积配息的话呢我也放在旁边这一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近4季的累积殖利率表现。好，累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就是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那这一档 ETF 它的近4季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5.1%，是所有的美国公债 ETF 当中呢殖利率最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殖利率只有 3.9%。 那国泰的20年期的美债 ETF 呢，它的殖利率也只有 4.8%。 那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来到了 5.1%， 所以说呢它真的是高上非常的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那个表格，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的受益人数在3月份的时候呢是增加了1万多人。那我认为这1万多人应该就是看到了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的殖利率比元大的美债20年期 ETF 以及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还要优异，所以呢大家才会去投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月含息绩效的表现。那月含息的绩效表现你可以发现到排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长期的美国公债，那排名倒数的都是属于短期的美国公债 ETF。 但是呢在年含息绩效的表现的部分的话呢就反过来了，反而是长天期的美债 ETF 他们的绩效从年初至今的话呢是比较差的，但是呢短债的部分的话呢从年初至今的话呢表现是比较好的。那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在2024年前面的这3个月当中在1月份到2月份的时候呢，大家还是预期美联储的话呢他们今年可能不太会降息的，因为真的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呢失业率还是一样非常的低，所以呢大家就认为说呢美联储可能不太会降息。那降息的预期下降了，就使得长天期的债券 ETF 他们表现就不优异。但是呢这个预期在那一个FOMC 会议3月份的 FOMC 会议公布之后呢就开始发生反转。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3月份的 FOMC 会议，他们表示今年的通膨核心通膨大概降到 2.6%， 他们基准利率就会调降到 4.5% 到 4.75% 左右，而且这个条件还是美国经济还是一样很好失业率还是一样很低的一个状况，他们就会降到 4.5% 到 4.75%。所以说呢这就使得3月份呢这种长天期的债券 ETF 他们的价格就上涨。因为大家对降息的预期又被燃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那公司债券他们的市价以及内扣费用的部分我也是放在旁边这一边。那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以及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他们也是成立的时候呢还不满1年，在2023年的时候，所以说呢内扣费用的部分我是没有把它们显示出来的。那内扣费用最低的就是 00777B 的凯基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那存续期间的话呢，我也是放在旁边这一边。那如果你想要赚价差，那就找存续期间比较长的。但是呢，如果你又想要赚高利息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找公司债券，因为公司债券 ETF 他们相对于美国公债 ETF 来讲的话呢，他们往往会配发比较高的利息。那近世纪的累积配息的话呢，有4档 ETF 他们是属于月配息的，我有把它列出来，好像是 00937B、00772B 以及 00713B 以及 00933B。好，那他们的配息的话呢，我也是把它放在旁边这一边。那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就是 00788B 的元大10年 IG 电能债，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5.6%。那另外一档 ETF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他们的殖利率也是有来到 5.6%。那这两档 ETF 的话呢，就是公司债 ETF 当中呢殖利率最高的两档 ETF。那月含息绩效以及年含息绩效，我也是把它们放在旁边这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查看哦。那我们从美债券 ETF 3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排名当中，其实我们就有发现到了一个趋势，那就是如果你这档 ETF 它是为了降息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呢，它的殖利率可能很低，但是呢，它的存续期间很长的这种长债型的 ETF 的话呢，它受那种利率预期的影响就非常的明显。好像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年含息绩效最差的这几档 ETF， 它们都是属于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但是呢，如果你是那一种公司债券 ETF 的话呢，它们的存续期间相对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长，而且呢，他们的配息的殖利率呢也比较高一点，所以呢，就会使得他们那一种受到利率预期的影响的话呢，就比较小一点。那也就导致了他们从年初至今的那种含息绩效就是比较优异哦。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那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并且认为今天 Kevin 内容不错的话呢，欢迎大家免费进行下载，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规模，那净值规模月增数最，那月增最多的